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地球野史》系列《被隐藏的人类起源》。这个故事来自于一套畅销全球的书《地球编年史》，作者是 Zaccharia Sitchin， 塞加利亚·西琴。他精通很多不同种的语言，像是希伯来语啊、阿卡德语啊，还有欧洲的很多语言。这个精通多种语言的超强技能，让他靠着自学读懂了超难的苏美楔形文字。他也靠着这个天赋，到处研究各大古文明。这套书的内容多数都在挑战一些考古学里面的文献跟证据。想当然，这样的他批评怎么可能少得了？一定是一堆人泡他啊！但他也是真的心理素质超强的，无视所有攻击，最后还把研究的范围慢慢的延伸到超级多的古文明，像是古巴比伦啊、古埃及啊、古印度啊，还有玛雅文化等等的。你们觉得他超猛的？ OK， 可能没有，但我觉得这心理素质真的蛮猛的啦。好啦，那就不说废话了，我们就开始来聊聊这个被隐藏的人类起源西秦版吧。在演化的研究中，许多的证据都指向人猿类是我们的祖先。不过西秦认为智人的演化速度大于其他的人属类太多，他挑战了人类演化的时间轴。他提出了这整个演化的时程有极度不自然的现象。书中提到，人猿演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500万年前，然后大概在1400万年前的时候，人猿就开始慢慢的向人属转变。但接下来又花了约1100万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真正有资格称作为人属的猿猴。终于，最有几率是我们祖先的南方古猿 Lucy 出现了。然后 Lucy 又花了近100万年的时间才成为直立人，接着又花了90万年左右才出现第一批的原始人类，也就是尼安德塔人。接着神秘的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大概在30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智人突然出现了。西秦认为，如果用演化的时间来看的话，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是智人突然出现在世界上。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因为他比对了一些直立人跟尼安德塔人使用的工具，类似这个，基本上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使用的工具大致上没什么不同。所以他认为，从直立人到尼安德塔人这段费时超过200多万年的演化时间，他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或是跳跃式的演化。再拉远一点看，从猿猴类到出现人属之前，他们花费的时间更长。所以如果用整个演化的时间轴来类比的话，智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穿上衣服，发展文明，开始有祭祀啊、艺术啊、哲学的观念，简直就像是从原本的3岁直接瞬间到18岁的概念。这一点就非常不符合其他猿猴类所需要的漫长演化时间。西秦根据这些研究提出，如果按照这个人猿演化的时间轴来推算的话，理论上我们不太可能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生活。我们现在顶多可以成为布希曼人，也就是在之前影片里面有提到的那个最早的非洲原住民。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亚马逊的森林里，现在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原始的部落，理论上他们跟我们的构造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跟我们一样的文明？多年前，考古学家在近东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跟伊朗的边境，他们在那边有个叫做扎格罗山脉的山洞群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在西元前10万年到13000年的遗迹。透过化石的遗迹观察到，这些躲在山洞里的祖先们各种退化，甚至人口越来越少，一直到大概西元前27000年开始，渐渐的已经找不到祖先们的生活遗迹了。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经历过几次的极端气候。西秦假设，可能当时的气候让他们躲到山洞里去避难，但不知道什么缘故，让祖先们在西元前大概16000年左右集体消失，然后接着又在西元前11000年左右，智人突然集体带着更高的文化水平跟技术水准重新出现。所以是哪些高水准的文化跟技术呢？例如，祖先们开始从猎人变成农夫，开始懂得怎么驯化野生植物，像是大麦、小麦之类的啊。然后他们还驯化了动物，像是狗啊、羊啊，甚至还有猪。他认为智人只用了3600年，就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中石器时代，还顺便启动了大驯化时代。接下来，在西元前大概7500年左右，陶器文化开始了。
各种看起来很厉害的艺术品就这样出现了。照理来说，都到这个地步了，文明应该要更向前一步了吧？但在西元前4500年左右，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个衰退的现象。西秦研究了詹姆斯·梅拉特的《近东早期文明》这本书内指出，在这段时期里，人类又一次进入了文化衰竭阶段。然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又出来解救了人类。在西元前大概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上的古文明出现了，人类正式进入另一个更高层次、更高知识的文明中。西秦相信西方文明知识跟文字都是起源于近东，几千年来传承的知识，无论是在阿卡德、巴比伦、苏美或是亚述的文明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有极为相似的对于神的叙述。他透过研究这些古代文献中发现，在古代人类眼里，近东地区就是神的领地。他认为这些所谓的神都是来自于地球外的文明，他们搭着火箭来到地球，建造了太空基地，创造人类，并且管理着人类。而且他们也会分享知识，让人类可以自行发展文明。但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又有什么证据呢？在书中，他挑战了很多楔形文字还有圣经上的翻译错误，像是 mu， 许多学者都把这个字翻为名字，但他认为这个字应该是火箭，因为很多的翻译如果用学者的理解来看的话，整句话看起来就会词不达意。但如果把名字换上火箭，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他举了很多例子，我这边就分享几个看起来的确是有点奇妙的段落。在巴顿的苏美和阿卡德的皇家文件书里提到一句话，他发出的木到达了天国的顶点。巴顿把这句话翻译为他的名字光芒四射，直到天际。但西秦认为这样的翻译看起来很奇怪，木应该是一个物体，而不是名字。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那时天开了，我看见上帝的异象。我观望，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闪电从一堆云层里闪出，闪电的四周非常的光亮，好像是铜一般的发亮。西秦在书中提出，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以西在看到了天国战车之后讲出这些句子，以西是在形容类似现代的太空船发射的样子。在苏美文献里，有一位统治者古蒂亚盖了一座神庙，这座神庙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停放神鸟的，而且必须要可以停放神鸟才算完工。对于这只神鸟的叙述，还有可以飞向天堂，或是往返天堂与地球。另外也有记录，有一次苏美人在那里举办庆典时，在王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像天国般闪耀之人，戴着头盔，他是一位神。另外他也提出了很多在古文献中各种很像火箭啊、太空衣啊、神有翅膀到处飞来飞去的图啊，但我这边就不拍书上的照片了。我在 Wiki 上有找到一些类似书上的图，像是这些。总而言之，西秦研究了大量的古文献后，推敲出人类的起源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外星文明，而且这个外星文明创造论其实在现代也常常被提出来讨论。例如上次提到的天文学家阿维勒布，听他的发言感觉起来也是这个假说的支持者。不过这本书其实已经出版非常久了，很多的考古资料不知道都已经被推翻了几百次了，而且西秦也去世很久了，这套书应该是不会再有更新了，所以我在这边想帮西秦补充一些考古研究资料上的更新。在早期的研究中，南方古猿能不能站起来走路这件事一直存在了争议，所以西秦在书上提到的我们 Lucy 花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演化成直立人这一点，后来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科学家使用电脑模拟他们行走的方式，推论出 Lucy 如果用直立行走的话，消耗的能量会直接少了一半。所以如果以生物求生本能来说的话，肯定会选择能量消耗较少的方式来行走。另外在考古学的研究中，一开始我们的确是认为 Lucy 是我们最早的人属，但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发现了另一个比 Lucy 更久远的人属化石 Ardi， 也就是阿尔迪。从他们的骨骼可以看得出来，阿尔迪也是用直立行走的，而且雄性的犬牙跟其他的猿类比起来明显小了很多，这就代表当时他们可能已经不再需要透过打架来争夺交配权。
所以在 Lucy 之前，祖先们的社会行为可能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雏形了。中石器时代结束的定义，通常是出现像是一些农业啊、畜牧业啊，或是磨制石器啊、陶器啊、纺织啊，还有一些像是比较浮夸的墓葬方式之类的。但西秦在书中提到的中石器时代，近东的人类进入了农业以及驯化时代，却没有提到浮夸的墓葬方式或是其他的遗迹。后来有学者更喜欢叫这段时间为后旧石器时代。因为近东当时有些地方没有受到冰河时期的冲击，让他们提早进入了农业发展，但却没有发现其他新石器时代该有的标志性遗迹。其实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不只有美索不达米亚上的文明出现，还有包括当时整个欧亚大陆啊、印度大陆啊、非洲大陆啊，也都陆续的进入了青铜时代。至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我自己对于这个外星文明创造论当然是保持的开放心态，因为基本上我对什么都是保持开放心态啦。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古代人不懂科学的时候，也会认为科学都是魔法呀。总之这个假说有不少的拥护者，当然也会有批评者。批评者认为这根本就是另一个版本的神创论。虽然我是没有去肉搜这些批评者的背景是什么，也许真的有一些批评者是科学家吧，基于一些科学依据来反对这个假说。但我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根据一份多年前的研究报告指出，将近有 51% 的科学家相信这世界上存在了某种更高的力量，也许这个力量是神或是什么其他宇宙魔法之类的。不过你们看，即使他们相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却还是一直努力的研究这个世界。也许在很多科学家或是学者的眼中，透过科学来了解或是证明所谓的造物主的存在，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必经过程，而不是排除或是直接否认他们的存在。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只想靠着信仰或是什么神秘力量来解释这一切，一定会想要看到证据来验证这件事到底存在或是不存在。所以其实我理解的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替代宗教的信仰或是消灭造物主，而是想透过科学的验证，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跟自然界的规律跟秩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没有宗教是乏力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这两件事应该是缺一不可的。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如果你对这个地球野史系列的故事有兴趣的话，请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帮我们点赞、分享、订阅，让我们更有动力做下一步啊！谢谢大家收看，下次见，拜拜。